有东西！转过头来对着我堂嫂看了半天，这连老人特有的那种慈祥的表情也变了。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，或者捡到了什么东西往眼睛上放过？堂嫂当时被这气氛和老太太的状态吓了一大跳，带过什么东西？半天也没反应过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对，而且这时间不短了，晦气都把眼睛给染黑了。但是那个老仙姑越说越具体，堂嫂的脑子里像是划了一道闪电一样。写小宋，故事是我的亲身经历，但是好多细节记不清了，但保证真实性。我老家在西北，紧靠腾格里大沙漠，虽说属于那种常年风沙干旱的地理环境，但是生活在这里的我们，抓虫子、打地鼠、滑沙滑草，还是有很多乐趣的。哇，太好玩了！而且在沙漠当中还有许多的沙枣树，一到了秋天，我们就会去打沙枣来吃。来，吃枣子。今天的故事就要说到我堂嫂的身上。她那年21、22岁，刚跟我堂哥订婚，还没有结婚。哎，你们是多少岁结的婚？咱们直播间已婚的宝们报一报，你们是多少岁结的婚？好吃吗？真甜。但是性格属于大大咧咧的。那次带我去打沙枣，玩滑沙。堂嫂，你看那里有东西发光呢。在乱逛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这黄沙中埋着一个黑黑的东西，这太阳一照还反光呢。用棍子挑起来一看，是一个墨镜，看起来很是酷炫。我戴上好看吗？真好看，快给我拍张照呢。那时候农村人看到这玩意儿也新鲜，而且哪儿也没坏，就带了回去。可没想到因为这个就惹出了事儿了。堂嫂回到了家以后就生病了，这一病还病得挺重的，天天发着高烧，迷迷糊糊的，连床都起不来了。起初家人以为是普通的感冒，在村子的诊所找来了大夫，施药打针，好一番折腾，烧倒是慢慢的退下来了。可是堂嫂的眼睛不知怎么着的，怎么也睁不开了。家里人也没有办法，还带她去了县城的大医院，但是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。哎呀，这没什么事儿啊，就给了点眼药水，开了点消炎药，但这些用了好几天，基本也没有什么效果，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缝。要知道他之前可是大眼睛双眼皮的，现在看上去就是眯眯眼。呀，快关上！而且堂嫂那阵子还非常的怕见光，总是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仅如此，堂嫂那一阵子还总是说她晚上能看到模糊的人影在眼前飘来飘去的，但仔细去看又什么都没有。然而她还是要上班的呀，眼睛又怕光，所以出门更是天天戴着那副墨镜。这期间又找了好几家医院看过，可终归还是没查出什么。我二婶很是迷信，眼看几个月了也不见好转，就去问了当地知名的仙姑，您帮着给看看吧。这仙姑在我们那边很是出名，常有些个大城市的人来请她，普通人去了压个香钱也不看多少，没钱的拿点馍馍贡品的也给帮忙。听我二婶这么一说，那仙姑就把我堂嫂给带了过来，说去看一下。言归正传，我二嫂第二天5点就带着我堂嫂提着贡品来到了神婆家里，进门先压了香钱。本是天地遥遥之限，我们那边找仙姑帮忙必须是大清早，天不能亮，必须贡献询问，貌似是习俗。人间疾苦，也挂心间，造福一方水土，一方人呐。因为是凌晨，天还没亮，堂嫂也没有戴墨镜。来日9天成大仙。咱们先来说说那个仙姑。仙姑对着一个盖着黄布的神像拜了半天，
说了一大套请神仙帮忙什么的，求仙家帮忙。等一番说辞说完，突然就对着那个神像不动了。据说有十几分钟之后，突然就像鬼上身了一样，变了个人，这口音也有些奇怪了。你的眼睛上有东西。转过头来对着我堂嫂看了半天，这连老人特有的那种慈祥的表情也变了。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，或者捡到了什么东西往眼睛上放过？堂嫂当时被这气氛和老太太的状态吓了一大跳，带过什么东西？半天也没反应过来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对，而且这时间不短了，晦气都把眼睛给染黑了。但是那个老仙姑越说越具体，堂嫂的脑子里像是划了一道闪电一样。我想起来了，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，这事儿不会出现在那个墨镜上吧？我前段时间在沙漠里面捡到一个墨镜，这几天怕光，我一直戴着的。边说边把那个墨镜从兜里掏了出来，给老仙姑看看。是他没错了。这老仙姑一看就说没错，这东西上面满是黑气。嫂子你看，那里有东西发光哎。之后堂嫂就把那天出去玩，在黄沙中发现墨镜的事儿给说了一遍。我戴上好看吗？快给我拍张照啊！真好看。那个老仙姑听完了也没有说别的，让去发现墨镜的地方给看看，又给了一些破解的办法。天亮之后，堂嫂就带二婶去找了一天，后来还真的找着了。那黄沙下面埋着一具干尸，大概是干死在沙漠里的，回来之后就报了警了。再后来按照那个仙姑说的方法，在十字路口烧点纸钱，把墨镜也一并烧了。我堂嫂的眼睛就好转了起来，也不聚光了，还是稍微带点眯眯眼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欢迎收听惊奇手扎纸拉我下水的女鬼。这件事儿埋藏在我心底已经很多年了。说我的事情之前，我们要先说一件发生在姥姥家的事儿。姥姥家在农村，周围都是山，都说这靠山吃山的，他们那儿的村民是挖山，把山上的石头和沙子都开采走了，被开采过的地方就会留下一个大小不一的坑，一下雨，那些坑里就会积满水，有的浅可见底，有的深不见底。山下的孩子经常会去那玩，有胆子大的还会下水。村里有一对姐弟，住的离我姥姥家不远。那天姐弟俩一起出去玩。你姐呢？天黑的时候，只有弟弟一个人回来了。我不知道，他自己去玩了。他说他不知道姐姐去哪儿了。小娟，可等了一会儿，天都黑了，姐姐还是没有回来。娟儿，家里的大人就开始对村子村外开始找她。我下午的时候瞅着他姐弟俩去山上了。有人说傍晚的时候看见姐弟两个上了山了。家里的大人知道要出事儿了，就都跑向了采石场，又在采石场开始寻找。当妈的是最先发现的，她看见一个大水坑里飘着她儿子的皮球，是东东的球啊，就招呼家里几个人跑了过去。那个水坑可能是最深的一个，这晚上看上去黑乎乎的。水坑的边上一块大石头上放着姐姐的鞋子。爸爸跳进了水里，费了不少的劲儿才把姐姐从水里捞上来。娟儿啊，你醒醒啊！这肚子胀得老大，应该是灌满了水，当妈的哭得死去活来的，回家狠狠地打了弟弟。弟弟这才说了话，他说他和姐姐在水坑边上玩踢球，一个球踢偏了，姐姐没有接住，掉进了水坑里。你下去捡吧，姐姐，求求你了。弟弟就央求姐姐下去
下水去把球给够上来。姐姐拗不过就下了水，结果刚一下水就滑了进去，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。弟弟吓得跑回了家，也没敢说实话。这山上水坑也就成了村里人常告诫孩子不要去玩的地方。不要去水边玩啊！知道了。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放暑假去姥姥家玩，每次出门她都会嘱咐我同样的话，而我正是不听话的年纪，又哪里肯听呢？刚开始我只是在水坑边上扔石头玩，其中有一个水坑特别深，扔了一块石头下去能溅起很高的水花。我正扔得起劲儿呢，突然看到水坑里有一条特别大的红鲤鱼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就想把它给抓上来，于是就下了水。我拼命地往前够，可就是够不着，一使劲儿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沉了进去，一下子就沉到了水里。我根本就不会游泳，只能凭本事的瞎扑腾，可是越扑腾沉得越快。接连喝了几大口的水之后，我的意识就模糊了，我觉得我死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感觉下面有人在拖着我，我模糊的看到是个小女孩。我被拖出了水面，拼命的爬到了岸上，再回头看的时候，这水里什么都没有。我也不知道当时为啥我姥姥姥爷突然出现了。后来我姥说他下地干活的时候心里一咯噔，感觉像是要出事儿了。为了不挨骂，我谎称自己在坑边玩，被那个淹死的小女孩拖下了水。姥姥姥爷也没有再过多的教训我，只是说我命大，没有被抓去做替身。这件事儿过去了很多年了，我也没有机会说出真相。我应该谢谢他当时救了我的，我欠他一句道歉。